Germany offers a broad spectrum and a richness i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companies to tap the growing market of hydrogen in Germany. 当世界加快步入后石油时代，电动汽车已被视为清洁出行的典范。然而，它们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道路、载重需求或气候条件。尽管以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汽车占据了新闻头条和投资风口，德国却在悄然布局另一条发展路径。 氢能驱动技术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前沿原型机的研发以及战略性的产业合作，德国正以氢能技术为核心，重塑交通运输的格局。这并非言过其实，德国新兴的氢能发动机技术目标直指彻底改变整个电动汽车产业的现状。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的发展。 德国氢能发动机的研发进展可以追溯到2020年6月，当时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划拨高达90亿欧元的资金，旨在加速氢能的生产、输送以及在关键领域的应用落地。其中70亿欧元专项用于刺激国内市场，推动绿色氢能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另外20亿欧元则用于促进国际合作。这项战略标志着德国长期气候目标的重要转向，并与欧盟更广泛的政策框架相一致，包括欧洲绿色协议，即旨在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水平削减55%的55%减排立法方案。该计划的核心 在于通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经电解过程制备绿色氢能。与利用化石燃料或碳捕获技术生产的灰色氢、蓝色氢不同，绿色氢能为难以通过电力完全替代的领域，如重工业、物流和长途运输，提供了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 德国氢能发展蓝图的关键目标之一，便是交通领域电池电动汽车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续航里程、充电时间以及对重型应用的适应性方面，为氢能技术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德国汽车制造商正积极利用氢能技术，以确保自身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例如，宝马基于其现有 X5 SUV 平台开发的 iX5 氢燃料电池汽车 FCEV 已成为氢能出行领域的先行者。这款车型在 2021年慕尼黑 IAA 车展上首次亮相，是宝马与丰田长期合作的成果。丰田为这款原型车提供了核心的燃料电池堆。 X5 氢燃料电池车的续航里程约为500公里，氢气加注时间不到5分钟，排放物仅为水蒸气。宝马于2022年12月在慕尼黑的试点工厂启动了小批量生产，用于全球范围内的示范应用。除了燃料电池技术，宝马还在投资研发氢内燃机技术 H2ICE， 与通过电化学反应将氢气转化为电能的燃料电池不同。 H2ICE 系统采用改良型的内燃机直接燃烧氢气，这种方案可以依托现有的制造能力，为特定的车型类别提供更为平稳的过渡路径。在商用运输领域，大众集团的子公司曼恩商用车正引领着重型物流氢燃料燃烧发动机的研发进程。 曼恩即将推出的氢燃料卡车是专门为满足长途货运的能源需求和运营模式而设计的。在这样的应用场景中，电池的重量和充电时间是显著的障碍。2023年3月，曼恩宣布将于2025年前与主要的物流供应商合作，开展 H45 氢燃料内燃机的实际道路测试。这款发动机采用端口燃油喷射与火花点火技术，在使用绿色氢气时可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但仍然会产生氮氧化物排放。这些排放可以通过标准的尾气后处理技术进行控制。与此同时，戴姆勒卡车公司、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的商用车部门正专注于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其旗舰项目 Gen H2 卡车采用了液态氢，以提升能量密度并实现超长的续航里程，单次加注氢气即可行驶1000公里以上。 这款专为长途运输设计的该 H2 卡车正与沃尔沃集团通过其合资企业 Cellcentric 共同开发。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致力于打造用于卡车的规模化燃料电池系统。戴姆勒于2021年完成了首台原型车的测试，后续将开展全面的客户试用，并计划在2027年实现量产。 液态氢的储存温度为-253摄氏度，相较于压缩氢气更具物流优势，特别适用于需要长续航的跨境货运线路。在所有这些创新背后，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博士正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该公司正大力投资于燃料电池系统及制氢技术。 2022年5月，博士宣布投入5亿欧元用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固定式应用研发，并计划在2024年前再投入10亿欧元用于开发和制造车载移动燃料电池系统。
博士还与瑞典的 PowerCell 公司及英国的 Ceres Power 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其技术实力。此外，博士正积极开发氢电解系统，以支持绿色氢气的生产。相关的试点项目已在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展开。该公司在整个价值链的深度参与，从氢气的生产压缩到燃料电池及储存环节，使其成为推动氢能在欧洲大规模应用的关键力量。如果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成本能够与经济现实相匹配，德国有望引领全球氢能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呢？让我们深入探讨。氢动力车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FCEV 与氢内燃机车辆 H2IC。虽然两者都以氢气作为燃料，但它们在将氢气转化为可用能量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FCEV 通过燃料电池对内部氢气与氧气的化学反应，将氢气直接转化为电能。这种被称为逆电解的电化学过程会产生电能，其副产品仅为水蒸气和热量，产生的电力驱动电动机，进而带动车辆行驶。其原理与传统的电池电动汽车类似，但与依赖大型锂离子电池供电的电动汽车不同， FCEV 可以根据需求从高压储氢罐中及时产生电力。其架构通常包含小型锂离子电池或超级电容器，用于应对车辆的峰值功率需求及再生制动能量的回收，但主要的能源来源仍然是氢燃料电池。FCEV 技术的领先代表是宝马 iX5 氢能版，这款轻动力车型基于 X5 SUV 打造，其燃料电池堆由丰田公司提供。该公司凭借其 Mirai 车型在氢能技术领域已积累了超过10年的经验。iX5 氢能版在 WLTP 标准下的续航里程可达504公里，约313英里。其燃料电池堆同样由在氢能出行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丰田提供，其 Mirai 车型便是有力的证明。iX5 氢能版的氢气罐加注时间不到5分钟，在能源补充效率方面超越了纯电动汽车。另一款全球标杆车型是现代 Nexo， 其续航里程与 iX5 相当，并且自2018年起已实现商业化销售。在德国，这些车型受益于日益完善但仍然有限的加氢基础设施，目前约有100座加氢站投入运营，构成了欧洲最大的加氢网络。燃料电池汽车特别适用于对续航里程、重量和快速加氢有高度要求的应用场景，例如商用卡车、公交车及城际客车可以显著受益于氢能的高能量密度。戴姆勒卡车旗下专为长途货运设计的燃料电池卡车 GAN-H2 采用低温储存液态氢的方式，目标续航里程突破1000公里。丰田日野和现代 Xcient 燃料电池卡车同样展示了全球 FCEV 在物流领域的蓬勃发展态势。相比之下，氢内燃机 H2IC 是在改良版的传统内燃机中直接燃烧氢气，它采用类似于汽油机的火花点火方式，只需要对现有的发动机平台进行较小的改动即可运行。H2IC 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因为氢气分子中不含碳原子。然而，由于高温燃烧过程可能会产生少量的氮氧化物，这些排放物可以通过标准的尾气后处理系统，如选择性催化还原和废气再循环进行有效减排。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曼恩卡车与客车公司正引领着氢内燃机在商用领域的开发。2023年3月，该公司发布了基于其13升柴油发动机平台改造的 H45 氢燃料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是专门为长途物流领域开发的，因为在这一应用场景中，电池电动解决方案会受到载重能力和充电时间问题的限制。这款发动机基于13升柴油机平台进行改造，并针对氢燃料燃烧进行了优化设计。此款发动机特别针对长途物流领域开发，因为电池电动解决方案受限于载重能力及充电时间因素，在该领域应用性较弱。曼恩计划近期部署首批测试车队，重点面向具备集中加注能力的物流企业，以此来突破氢能基础设施稀缺的瓶颈。该公司专注于3508压力下的气态氢，这种方式在操作便利性方面优于液态氢，但能量密度略低。另一家主要的氢内燃机支持者丰田公司于2021年在日本启动了氢燃料燃烧车辆的公开道路测试。测试车辆为改装版的卡罗拉运动版掀背车。在欧洲，丰田正与雅马哈合作开发一款5升排量的 V8 氢燃料发动机，旨在保留传统内燃机动力总成的性能表现和声浪魅力，同时消除二氧化碳的排放。
与此同时，据称宝马公司正在内部研发氢内燃机方案，特别针对高性能或赛车领域应用。氢内燃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与现有发动机制造体系的高度兼容性，这使其在短期内可能成为比燃料电池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发动机产能已经成熟的市场中。此外，氢内燃机可以使用常规的维修工具进行保养，显著降低了车队运营商和机械师的准入门槛。然而，氢燃烧的整体效率大约在25%至30%之间，远低于燃料电池汽车，效率可达60%或电池电动汽车效率约为85%至90%，除非氢气资源非常丰富且价格低廉，否则其能源利用效率缺乏吸引力。那么氢动力车辆能否在竞争中胜过电动汽车呢？让我们深入分析事实真相。氢燃料发动机相较于电动汽车的优势体现在多个关键方面，尤其是在速度、续航里程和载重能力至关重要的应用场景中。随着德国等国家大力推动零排放交通，这些优势使得氢动力系统日益成为传统电池驱动交通的理想补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替代方案。氢燃料汽车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快速的加注时间，电池电动汽车通常需要30分钟至数小时才能完成充电，具体时间取决于电池容量和充电设备的功率，而氢燃料电池汽车 FCEV 仅需3至5分钟即可完成氢气的加注。这种与传统汽油或柴油车辆加油时间相当的特性，使得氢能特别适用于需要高运行效率和快速周转的应用场景。最典型的就是商用车队、公交车、出租车和长途卡车，例如宝马与丰田联合开发的 iX5 氢燃料概念车，采用高压7008的氢气罐，加注时间不到5分钟，续航里程可达504公里。同样，现代 Nexo 与丰田 Mirai 也都宣称其氢气加注时间低于5分钟。这种快速的能源补充能力对于长途物流和公共交通等运营至关重要，在这些领域，时间就是效益。氢燃料汽车通常比许多电池电动汽车提供更长且更稳定的续航里程，尤其是在实际使用条件下。FCEV 的常规续航里程在500至700公里之间，具体取决于氢气罐的容量以及燃料电池系统的效率。例如2020年12月上市的第二代丰田 Mirai， 其满贯氢气的续航里程可达650公里。此外，氢能在极端温度下，其能量密度不会像电池那样急剧衰减。电池电动汽车在寒冷天气中常常因为锂离子电池化学性能的下降以及车内供暖需求的增加，导致续航里程损失10%至30%。相比之下，燃料电池汽车在寒冷气候下的表现更为稳定，因为燃料电池中的化学反应会产生热量，这些热量可以用于加热车厢，而无需从驱动系统中消耗大量的能量。这种稳定性使得氢动力在严寒地区更加可靠。另一个重大的优势在于氢系统相对于电池的重量优势，尤其体现在重型车辆领域。当电池需要增大容量以满足商用卡车、巴士或列车的能源需求时，其体积和重量会呈现不成比例的增长。例如，一辆续航里程为800公里的电动卡车可能需要超过1500公斤的电池组，这将大幅降低其载重能力，并影响车辆的整体效率。相比之下，氢气罐和燃料电池系统能够以更轻的质量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戴姆勒卡车推出的 Gench 2车型采用液态氢燃料，其目标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同时保持与柴油卡车相近的整车重量。这种重量效率使得氢能更适用于工业机械、铁路货运和工程设备等领域。在这些场景中，运输沉重的电池组既不实用也不经济。除了物流方面的优势，氢燃料发动机还能降低对关键原材料的地缘政治和环境依赖性，特别是锂离子电池所使用的材料。电动汽车电池高度依赖于锂、钴、镍以及稀土元素，这些资源不仅储量有限，且开采成本高昂，而且主要分布在政治敏感的地区。例如，全球60%以上的钴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的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约80%至90%的精炼产能。这种依赖性既带来了战略上的脆弱性，也引发了道德争议，尤其是在采矿相关的劳工实践和环境破坏问题上。相比之下，氢燃料电池虽然仍然需要使用稀有的催化剂铂，但其用量远低于锂电池，而且新一代的电池设计正不断探索减少甚至完全替代铂的方案。另一方面，氢内燃机 H2ICE 主要采用内燃机中已有的传统组件，完全无需锂或钴。此外，氢气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在国内生产，从而降低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促进国家的能源自主。德国于2020年启动的国家氢能战略，以90亿欧元的预算为支撑，旨在建立基于风能和太阳能的绿色氢气生产体系，进一步强化该国的气候与安全目标。这与欧盟的 REPowerEU 计划相呼应。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生产1000万吨可再生氢，同时进口另外1000万吨。
随着电解技术的不断进步，电解槽的成本预计到2030年将下降70%。氢能在交通运输、脱碳、工业领域以及能源存储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凸显。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展和绿色氢气生产规模的扩大，氢燃料发动机不仅将成为一种小众的替代品，更将成为下一阶段脱碳交通的基础技术。但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尽管氢能车辆的潜力日益显现且优势显著，但其广泛应用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基础设施和生产方面的障碍。目前，通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驱动水电解质取的绿色氢能，每公斤的成本在4至7欧元之间；而通过天然气、蒸汽重整等化石燃料制备的灰色氢，每公斤成本仅为1.5至2.5欧元。这种显著的成本差异不仅削弱了绿色氢的竞争力，更因为替代品的价格优势而抵消了其环保效益。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全球95%以上的氢气生产仍然依赖化石燃料，每年产生约8.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整个航空业的排放总量。德国在2020年发布的国家氢能战略中提出了变革的目标，到2030年实现5吉瓦的绿色氢产能，氢气的分销与储存构成了额外的挑战。作为宇宙中最轻最小的分子，氢气难以高效的储存和运输，必须将其压缩至350或7008的高压进行气态储存，或者在零下253摄氏度的极低温下液化进行运输。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和专业的基础设施。这些条件使得将氢气从生产基地通常远离城市中心或拥有充足可再生能源的工业枢纽运输到加氢站变得复杂。德国目前仅有100余座公共加氢站，且主要集中在主要交通走廊以及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导致东部和农村地区等广阔区域无法获得加氢服务。相比之下，全国范围内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已超过9万个。另一个问题源于氢燃料电池车辆的成本与市场普及度。目前，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和氢内燃机的生产成本依然高昂，原因在于产量较低且需要专用部件。例如，丰田 Mirai 作为市场上最普及的燃料电池汽车之一，在德国的售价约为63900欧元，远高于多数同类电池电动汽车的价格。部分溢价来自于燃料电池中铂金的应用、高压碳纤维储氢罐以及燃料电池堆精密工程的需求。尽管宝马、现代和本田等汽车制造商正积极探索新一代燃料电池设计，以降低对铂金的依赖，但规模经济效应尚未显现，难以实现显著的降价，市场供应同样受到限制。目前，欧洲消费者仅能选择少数几款氢燃料汽车，包括丰田 Mirai、现代 Nexo 以及宝马 iX5 氢燃料车等限量测试车队，尚未面向公众销售。此外，现行的财政与监管激励政策对于氢能汽车的支持力度相比纯电动汽车通常较弱，这进一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德国对氢能交通的宏伟规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由德国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部发起的 Highland 计划旨在资助氢能示范区开展整合生产、基础设施与车辆部署的试点项目。同样，欧盟支持的 IPCEI 氢能项目全称重要共同欧洲利益项目，为跨境基础设施的扩展提供资金，包括在德国、荷兰、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建设卡车运输的氢能走廊。随着欧盟计划在2035年前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氢动力车辆为填补电池电动汽车可能留下的关键空白提供了战略性的机遇。尽管纯电动汽车有望在私人交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需要快速加注燃料、更长续航里程或在极端条件下具备可靠性能的领域，它们仍然面临挑战。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则具备快速加注燃料、更优异的续航能力以及在严寒环境下稳定的性能输出。戴姆勒卡车、曼恩、沃尔沃等商用车巨头正在测试氢燃料卡车，而丰田与宝马则为那些追求独特驾驶体验的爱好者开发 H2ICE 车型。德国正通过其国家氢能战略投入高达90亿欧元的资金，目标是在2035年前实现10吉瓦的绿色氢能产能。Highland 计划以及与博士林德等公司的合作，正积极构建区域性的氢能枢纽和加注网络。氢能还能够通过储存可再生能源的盈余来缓解电网压力，从而减轻电动汽车快速普及可能带来的负荷。显然，氢能正蓄势待发，准备进军长途货运偏远社区以及工业移动等特定的细分市场。它甚至可能在电动汽车的消费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您喜欢这期视频吗？如果喜欢，请您点赞、留言并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精彩视频。另外，请千万不要错过此刻出现在您屏幕上的这段视频，其内容绝对超乎您的想象。